血糖正常，你的代谢就真的健康吗？今天我们来聊聊空腹胰岛素。你的空腹胰岛素高吗？你的空腹胰岛素低吗？还是你从来没有检查过你的空腹胰岛素？大多数的人会说我不知道啊，我不懂啊。我告诉你们啊，空腹胰岛素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指标啊。如果你关注你的健康，如果你想要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样的体质，空腹胰岛素可以给你说了很多的故事啊。医生为什么不喜欢给我们测空腹胰岛素？因为它稳定性不好。如果你去测空腹胰岛素的话，非常有可能你现在抽血测一个，20分钟以后你再抽血测一个，两个数值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差异的。从医生的角度来讲，他没有办法拿来当成一个标准的东西用的。我们先来解释解释，今天此时此刻的你的空腹胰岛素它代表什么？此时此刻的你呢，也可能20岁了，可能30岁了，可能50岁了。你的空腹胰岛素是你此时此刻现在的代谢状态的结果，它代不代表你身体里面最基础胰岛素的需求已经不代表了。因为高糖饮食的影响底下，你的代谢状态出现了一些改变，有可能或多或少你有一些胰岛素抵抗。所以在这种前提下面，你看到的是你现在代谢状态底下的胰岛素状态。空腹胰岛素这个数值要对你真正有意义的话，比较理想的是空腹血糖跟空腹胰岛素一起测。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很低，而你的空腹胰岛素很高，每个人的定义可能不一样，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是胰岛素抵抗了。每个人都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代谢特征不同。但是无论如何，看空腹血糖跟看空腹胰岛素一起看的时候，它可以给你提供很高的参考价值。我们为什么要重视胰岛素呢？首先我们要了解胰岛素除了参与葡萄糖的转运，把葡萄糖从血管里面运到我们的细胞里面去给我们身体利用，胰岛素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除了这个角色以外，我们身体正常机能的运作对胰岛素的依赖是绝对的，是刚性的依赖。胰岛素是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一种合成激素，它可以在不同的土壤里面帮我们种植出不同的植物来。如果你在一个高糖、高碳水化合物饮食的结构底下，我们的胰岛素呢，它就会帮助我们合成脂肪，我们就会变胖。如果你很喜欢做重量训练，然后你的饮食里面的蛋白质比较丰富的状态下，胰岛素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合成肌肉。所以胰岛素是一个我们身体里面真正很重要的合成激素，所以我们对它呢是要有最基本的认识的。所以如果说你去年检查过一次空腹胰岛素，得到了一个数字，1年以后你又去检查了一次空腹胰岛素，你发现你的空腹胰岛素有明显的上升，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明天再测一次，因为胰岛素这个数值本身稳定性比较不好，明天再测一次，如果结果跟今天的数值很接近，你就知道确实你的空腹胰岛素比去年有了明显的变化了。如果空腹胰岛素上升是很明确的信号，你是需要提起你的注意的。当然我们的空腹胰岛素上升是不是必然胰岛素抵抗，那也未必，因为胰岛素本身它会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胰岛素除了受食物的影响以外，它会受我们的情绪影响，受我们身体压力的影响。如果你对你自己的空腹胰岛素认识不足，我强烈建议你下一次去体检的时候要求增加这个项目，每半年每1年你都留一个记录，你长时间的观察你自己空腹血糖和空腹胰岛素的变化。如果你的空腹血糖在头几年没有明显的变化，可是你的空腹胰岛素1年比1年高，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是胰岛素抵抗了。当你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的时候，慢性炎症如影随形就会跟着来的，你会发现自己的健康情况在变坏的。慢性炎症当开始变得比较严重的时候，氧化应激就跟着来了，它们就形成恶性循环了。这个时候你身体里面整个的代谢环境跟代谢健康呢就开始变得比较不理想了。那这个影响的范围很大的，它可以影响你的血压，它可以影响你的血脂，它可以影响你的血管健康，它可以影响你的血管制造一氧化氮的能力，会导致你的血管舒张不好，它可以导致你身体的平滑肌蠕动不好，它可以影响你的睡眠，它影响范围很大的。所以对这个数值去追踪它，了解你自己代谢健康的变化，仅看你的空腹血糖和空腹胰岛素的变化，你就能够掌握一个重要自己健康的基本信息啊。